如果被逼到绝境，我们就炸掉三峡大坝，攻击沿海地带的核电站，大家一起玩玩。那最近我们是不是也在网上看到了不少这样的话呢？随着2027年这个敏感的时间点越来越近，关于台海冲突的讨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这样一种最激烈、最极端的言论也开始频繁的出现。我们能够感受到那样一种愤怒、决绝，还有一种想要跟对岸同归于尽的悲壮感。那今天艾森想跟大家较个真，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块儿，暂时把所有的这些极端的情绪放在一边，也不要陷入两岸对立的立场，我们就用公开的这些数据、工程的原理，还有就是战略的逻辑，来做一场冷血到极致的极限推演。我想要回答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同归于尽、玉石俱焚的说法，到底是情绪宣泄，还是现实可行的一些战略构想，可能就锁在台湾国防部的保险柜里呢？那攻击三峡跟核电站这样一种听起来就非常狂热的想法，据说是来自于2004年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那份报告里面首次提到了台湾可能会用这种不对称反制的方式来回击对岸的入侵。那在台湾，有人把这样一种选项当作了是绝望当中的恐怖平衡。比如说在2018年，有学者苏子云就曾经说过，2枚导弹能够炸毁大坝，更是把这样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推向了高潮。支持的人说这个是弱者自保的最后屏障，而反对的人，比如说苏子云的姐姐黄智贤，她直接痛斥这是反人类罪。她说这样一种同归于尽的蠢念头，连想都不该想。要理解玉石俱焚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先理解一下三峡大坝的分量。那这座大坝呢，可不仅仅只是一座水利枢纽工程那么简单，它是中国国家力量的图腾啊。网上有很多误解，觉得用导弹可以炸毁三峡大坝，这个很容易。但科学的现实是什么呢？三峡大坝它是混凝土重力坝，它就是靠着自身上亿吨的重量，就好像一座山一样的这个重量来抵抗上游的水压。你知道吗？这个巨大的混凝土结构甚至还有一定的自我治愈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如此大重量的高压底下，一些微小的混凝土的裂缝也会在这个重力之下被压实，甚至还能够自我修复。而设计师在设计这座大坝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了这些常规的甚至是小型核武器的攻击。所以想想看，想要用常规的弹头直接炸出缺口导致溃坝的这种可能性，在物理上几乎不存在。而一个比较聪明的攻击的逻辑，应该是从摧毁坝体转向是瘫痪功能，那这个才真正暴露了三峡大坝的脆弱点。首先是发电机组与厂房，这个是发电的核心，一旦被精确打击的话，整个电站会陷入长期的瘫痪。其次是升船机跟船闸，这些非常精密的机械是航运的关键，但是比坝体要脆弱很多，摧毁它们比较容易，而且相当于切断了长江的经济大动脉。接下来是输变电设施，而这些全部都是暴露在外的那些电塔呀、变电站啊，这些东西是非常典型的软目标。所以对于三峡大坝的现实威胁，并不是制造一场滔天的洪水，而是通过精准的外科手术来瘫痪它的核心功能，来实现功能性的击杀。那如果说攻击三峡大坝的这个后果会是经济瘫痪的话，那么攻击沿海地区的核电站呢？那这个就直接指向了另外一种更恐怖的可能性——放射性的核污染。中国是全球核电站扩张速度最快的国家，那这些核电站绝大多数都建在东南沿海。如果我们从地图上看的话，其实已经形成了一条庞大的沿海的核电走廊，比如说福建的福清啊、林德啊，广东的大亚湾等等等等，他们离台湾最近的距离恐怕也只有100-200公里。那对于核电站的攻击，也不是要直接引发核爆炸，因为这种可能性在物理上也不大，而是要破坏核反应堆的这个冷却系统。
我们可以把这个核反应堆想象成为一个是永远在发高烧的病人，你需要持续不断的冷却水来降温。一旦冷却失效的话，这个堆芯的温度就会急剧升高，最终融化。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堆芯熔毁。那现代核电站其实有极其坚固的这个安全壳来抵御外部的撞击，但是维持冷却所需要的那些外部的泵房啊、管道啊、备用发电机这些东西，它们的防护等级远远低于这个安全壳体本身。那攻击这些相对柔软的辅助系统，同样可以导致最终的灾难。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更危险，然后防护也更薄弱的地方，就是存储核废料的阀燃料池。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里面泡着刚刚从反应堆里面取出来的，还带着极高的放射性跟热量的燃料棒。那这个池子的防护等级要低很多，一旦被击中的话，池水流失，冷却的过程中断，那个燃料棒就会在空气当中起火燃烧。那后果是什么呢？一场阀燃料池的大火释放出来的这个放射性物质，可能远远超过切尔诺贝利事故。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危机，其实全世界最担心的，也就是炮火可能会击中了这些阀燃料池。所以为了能源安全，我们看到中国在最繁华人口、最稠密的沿海一带建设了一个核能的群岛。那每一个核反应堆既是经济的引擎，也有可能成为敌对方攻击的目标。那么问题来了，台湾是否真的拥有能够威胁到这些目标的长矛呢？答案是理论上射程上的确是可以达得到。那我们知道台湾有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雄风2.1巡航导弹，跟这个速度更快的云峰超音速导弹，它们都被认为是台湾非对称战力的核心。雄风2.1巡航导弹这个是主力，一种类似于美国战斧的亚音速导弹，它的射程超过1000公里，足以覆盖三峡大坝跟所有沿海的核电站。它是靠低空飞行来规避雷达寻求突防的。云峰超音速导弹这个是一种能够飞行速度超过3马赫的高空高速导弹，它的核心价值在于突防，能够极大的压缩敌方的反应时间，所以被视为是撕开防空网的破门利器。我们暂且先把这些导弹搭载的弹头放一边，那拥有武器是一回事，数量则是另外一回事。根据目前所有公开的信息来估算，台湾的这些远程导弹的库存很有可能只是几百枚的这个量级，而不是几千枚。那这个数量级对于要执行需要极高成功率的饱和式攻击的任务来说，远远不够。那攻击方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导弹阵地，而是一个被称之为一体化防空体系的天罗地网。那解放军东部战区为所有这些目标准备的盾牌，是当今世界上最严密的一体化防空系统之一。那这套系统从天上的卫星到陆基的 S-400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再到近程的密集火网跟强大的电子干扰，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死亡走廊。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俄罗斯的 S-400跟中国自研的红旗 9B 远程防空系统，它们的理论射程都超过了200公里， S-400 最远可以达到400公里。从地图上来看，部署在福建的 S-400 它的南截圈足以覆盖整个台湾。这里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常常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地球的曲率。因为地球是一个球体，所以对于雄风2.1这样的超低空飞行的导弹来说，地球的弧度会帮它挡住雷达的视线。这就意味着 S-400 那个400公里的最大射程，对于拦截这样的低空目标，象征意义大于实战意义。真正的对决其实被推迟到了导弹接近海岸线的最后阶段。那现在我们来模拟一次导弹的攻击。台湾的导弹在隐蔽阵地发射，然后低空掠过海峡。当导弹接近大陆海岸的时候，将不可避免的被密集的雷达网发现。这个空情信息会马上上传到解放军的指挥中心，然后拦截启动，真正的死亡走廊开始了。在100到200公里以外，红旗22等中远程的系统开始进行首轮的拦截。进入50到100公里的时候， S-400跟红旗 9B 的主力拦截弹发起攻击。即便有少数导弹
侥幸突防，在最后几十公里，它会面对由中近程导弹跟高射炮组成的，为了保护三峡大坝跟核电站这类高价值目标而专门部署的密度极高的点防御系统。那这个还没有考虑到电子战的强烈干扰，在实战当中，电子干扰可能会让导弹的制导系统失灵，进一步降低成功的概率。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先从数学上来算概率，每一个环节不被发现、不被拦截、不被干扰，最后还能够精确命中所有这些环节的成功率相乘。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最后能够顺利命中目标的这个概率可以忽略不计，无限趋近于零。我们再从经济上算成本交换比，台湾的远程巡航导弹是耗资巨大的战略资产，而解放军的拦截弹则是廉价而且可以大量部署，中国完全可以用10几甚至20枚拦截弹去换1枚来袭的巡航导弹。那这样一种非常悬殊的成本交换比，使得台湾在经济上根本没有办法支撑真正意义上的多轮饱和攻击。所以结论就是，这是一个成功概率极低、极其不划算而且风险极高的军事上的赌博。那既然是极限推演嘛，我们自然不能够止步于此，我们的战略分析必须不能够回避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万一真的成功了呢？我想在法律上，这样一种类型的军事行动的法律后果非常的清晰，这个就属于战争罪，那一种会被送上军事法庭。1977年的日内瓦公约第1附加议定书第56条明确禁止了攻击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比如说三峡大坝跟核电站，因为这个可能会导致平民的严重损失。那一旦台湾主动攻击这些目标，就等于亲手撕毁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法律跟道义的外衣，将自己从受害者直接变成了加害者，而法律上的定罪会立刻转换成为外交上的彻底孤立。可以预见，所有的国际同情、军事援助、经济支持都会瞬间崩盘，台湾政府会被视为流氓政权，会彻底失去国际上的支持。这个不是非对称的作战，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恐怖袭击和战略自杀。那纯粹从军事上来看，这也是一部非常差劲的史棋，因为你攻击三峡大坝或者是核电站，并不能够摧毁正在登陆台湾的部队，不能够击沉舰队，也不能够瘫痪解放军的指挥体系，它对于流转台海的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呢，这种非常疯狂的行为却会跨越所有的红线，因为这种行为会被北京视为等同于核攻击的侵略行为，届时招致的报复将是最猛烈、最没有底线的，因为北京的军事回击不再受到任何常规战争的规则束缚，对于台湾的军事行动目标不再是统一，而是惩罚跟毁灭。所以这种类型的战争行为不仅不会为台湾争取到任何谈判的筹码，只会消除掉任何谈判的可能性，并且会招致最彻底的毁灭性的军事打击。那有死硬派可能会说，那我们都要被解放军毁灭了，我才管不了那么多，我要的就是和对岸同归于尽啊。其实今年以来，我们观察到各种你以前压根想不到的崭新的战法已经层出不穷了，我们不要低估了人家的想象力跟创新精神。好吧，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换一个思路，用结果导向来评估一下，如果万一真的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办法能够成功，那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三峡溃坝的话，100亿立方米的这个库水将会形成巨大的洪水波，在数小时内席卷长江中下游，死亡的人数将以100万计，无家可归者超过1亿，这个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人为造成的灾难。但是想要造成溃坝这种效果，需要很多枚精确命中关键部位的具备强大钻地能力的特种弹头。美国人或许可以为了这一个目的来量身定制，但是台湾没有这个实力。但如果核电站熔毁呢？切尔诺贝利跟福岛的悲剧已经告诉我们，后果可以很严重。
广袤的土地被永久的污染，数十万人背井离乡。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这种情况底下，最讽刺、最要命，也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其实是东亚季风带来的回旋镖效应。在冬季的时候，盛行强劲的东北风，会将大陆沿海的放射性的泄漏跟放射性的尘埃直接吹向台湾海峡，短时间内就会覆盖整个台湾本岛，甚至会波及南海跟整个东南亚。这个就好像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有一个人想放个屁恶心一下人，结果风一吹，臭屁都让他自己给闻到了。而在夏季的时候，盛行的东南风虽然主要吹向内陆，但是夏天高空的大气环流极为复杂，污染物很有可能会被带上高空以后进入西风带，然后会影响到日本、韩国，甚至在环流的作用底下重新影响台湾地区。所以就算你死硬派玉石俱焚，你不要台湾岛了，真这么干，你觉得日韩跟东南亚会同意吗？所以这个才是玉石俱焚这个词最真实、最残酷的写照。它其实根本就不是所谓的伤敌1000自损800，而是伤敌1000自损1000，外加殃及盟友及邻居损失800。这是一种确保将台湾2300万人民以及对其有安全承诺的盟友一同拖入放射性地狱的最彻底的自我毁灭的行为，而这个会导致台湾被国际社会彻底抛弃。所以敢于下达这样一种命令的疯子，甚至都轮不到土共动手，自然会有人第一时间就收拾他。你别不信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有人可能会说，你就别瞎扯淡了吧，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人家五角大楼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当作是台湾不对称反制的选项呢？人家美国人难道比你还蠢吗？我对五角大楼提交给国会的2004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的原文进行了查证，在这个报告里面确实提到了三峡大坝，但是原文是由于台北方面无法在部署进攻性系统方面与北京匹敌，那打击大陆的这个拥护者显然希望仅仅通过对于中国城市人口或者高价值目标，比如说三峡大坝构成可信的威胁，就能够震慑中国。这样一段原话非常清晰地表明，美国国防部其实是在分析台湾内部这种思潮，而不是提出不对称反制的建议。他认为不仅无法达成威慑的目的，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是战略上的弄巧成拙。五角大楼发表这个报告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在向国会以及各相关方警告台湾内部存在这样一种非常激进的想法，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一点上，包括兰德公司在内，美国军方学术界跟顶级智库的声音是相当一致的，美方绝对不会鼓励攻击三峡大坝这类高风险的目标。实际上，这个疯狂的想法是来自于陈水扁政府时期，那个时候台湾的军力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在决战境外这样一种防卫构想底下，台湾军方开始积极的发展远程打击导弹。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底下，开始讨论打击三峡大坝等等作为威慑战略的一个构想。那时至今日，海峡两岸的实力已经发生逆转，攻击三峡大坝跟沿海的核电站已经被美方视为是战略幻想，因为台湾攻击三峡跟核电站而被迫卷入与中国的核战，这种情况是美方极力要避免的，因为美方非常确定这会触发中国的核报复的底线。说人话，以前美国人只会说这种想法会破坏台海的稳定，而在20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就会认为是自杀性的幻想。那当前美国的核心关切其实已经从如何赢得一场常规战争转换成如何确保常规战争不会升级为核大战，因此任何可能会触碰大陆核门槛的行为都会被视为美国设置的绝对的禁区。所以就算我们假设台湾真的是有能力有办法能够攻击三峡大坝跟核电站，也绝对会被美国死死的摁在地上。哪怕美国同意，那日韩东南亚也绝对不会同意。就算日韩东南亚都无所谓，
总有真正爱台湾、不想跟那种同归于尽的人有所谓。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品一品我刚才那句话，敢于下达这种命令的疯子，甚至都轮不到土共动手，自然有人第一时间收拾他。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这句话，会不会觉得这个论断其实所言不虚了呢？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网络上那些愤怒的所谓同归于尽的呐喊究竟意味着什么？经过我们今天的推演，其实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了。这并不是一个真实可行的战略构想，而是纯口嗨。攻击三峡大坝跟核电站这样一种玉石俱焚的蠢话，它不是作战室里面认真的想法，而是网络喷子的意淫。心理学上，这个叫做绝望的对称性，意思就是当你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毁灭性的威胁的时候，你会本能的去寻找一个能够让对方也感受到同等毁灭的筹码，来恢复内心的平衡。这个其实是一种言语上的威慑。在现实的军力对比当中，当弱势的一方很难做到拒止对方的进攻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口嗨。但是口嗨终究不能够替代现实兄弟们。将这样一种非常情绪化的呐喊误读为现实可行的战略，其实是极其危险的。真正的勇气其实不在于敢于按下那个毁天灭地的按钮，而在于拥有足够的智慧，可以竭尽全力避免走到那个需要考虑这个按钮这个选项的绝境。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启发的话，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艾森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谢谢。